各位学员大家好，各位好。那我这边是普泰智慧产权公司，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法律事务所。那因为我们这边会例行的，原本会办一些内部的教育训练。那因为内部的教育训练的同仁基本上都有相关的那个了解跟那个熟悉这些议题的，所以我想说就会对一些客户去做一些开放。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课程啊，会跟智慧财产权有关的议题都会逐渐的纳入。那我们现在放的这个小资加盟与常见的法律问题，是我在一些像是新创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协会会去做的讲座。那我想说我就把它浓缩分成基本上是上下啦，就是这个标题可能跟我们那个放在网页上的简报的那个标题可能略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基本上它实质内容我已经调过了，是一致的，所以这没有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的简介。那我本身以往大学的时候是念生科系，生命科学系，那后来是有做所谓的专利工程师，那有做一些技术的那个授权的部分。那后来做了职业律师之后，就是针对专利、商标跟著作、营业秘密有去做一些客户的这个维持营运。那以至于后来就是跟几位同事一起接做这个普泰国际法律事务所，还有以公司的方式去经营国外的商标专利业务。那如果说我们公司法律事务所跟一般的处理加盟商标的那个差别是在于，毕竟我们还是有律师跟专利工程师，可以处理到客户有关于加盟涉及到智慧财产权的部分会比较强项。所以我们这一次分2次上课的部分，这一次上课会讲比较多一点跟商标授权有关，因为我在外面在讲课的时候，学员还是会问到一些商标的那种基本概念，所以我们这一次2小时的课程会有包含一部分的这个基本的商标的理解。那商标的这些理解也同时会涉及到当你是加盟总部或是加盟主的时候，那个条款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或多或少是有看到有些加盟契约的前提是有写到一些商标授权的规定，但是实质上勾稽起来都有点牛头不对马嘴。那我会觉得总部跟加盟主可能对于这部分的背景知识比较薄弱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课程会特别针对这部分再去做一些讲解。那又因为我本身我周围的朋友还蛮多人在做那个新创事业创业的，所以如果你是加盟总部开始要去招收加盟主的话，那你在新创事业过程中所会涉及的法律议题，因为蛮多人问，它本身是共通的公司法的议题，但是加盟业因为它同时会有招收加盟主，还有一些主管机关应对的问题，所以它发生的频率也是蛮高的。我会在最前面的时候跟各位做一些基本的导览。那其实它不是典型的加盟议题，但我这边也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稍微做一些带到。那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大纲有提到所谓的连锁加盟形态的介绍，还有关于加盟业的那个，它算是合约里面的主管机关，就是公平交易委员会，它讨论是合约的内容公不公平。可是如果你做的是像是食品业、餐饮业的话，你还会有自己在处理自己业内事态的，那比如说卫福部、食药署这些可能会是你各自的主管机关。那我会觉得如果你是新创的加盟总部的话，你可能会有一些法律关系需要先去厘清它的那个你将来的对口法律关系要处理的对象是谁。那因应你处理的对象是谁，你的那个法律策略会有一些不同。那是不是一定要找非加盟专业不可的律师或是事务所，就是你可以评估各个对象再去做决定啊。因为有的时候涉及太智慧财产权、太商标的部分的时候，你找传统的律师，他们在处理这个事务上面的力道可能会不够。那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法律业的那个分科到越后面其实是越细微的。那我们事务所就是比较偏向于智慧财产权布局，所以我以为我们的强项去做第一堂课比较多的这个琢磨。
那所以第三个有关于加盟店签约前的这个商标检索跟制裁的这个布局，也会去做一个这堂课会做比较完整的介绍。那第四个加盟契约的常见条款跟注意事项，虽然之前有参与一些有关于加盟企业的那种范本拟定，但是因为它那些范本其实是有些计划内部参考使用，不太适合直接拿出来做说明。但我们可能后续如果这堂课讲的不够，或是学员还是有一些特别想要知道的，或许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那个频道视频上面，可以先把它提出来做一个询问。那如果今天的课堂的内容是可以直接回答的，我就会把它回答掉，就是引用我们今天讲的内容。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可能就下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再一并就做整体性的说明这样子。那第五个，这个收购加盟总部前的制裁查核事项，这个比较少见啦，那我只是刚好有碰到以前有人问，那如果不会是今天讲课的重点，但我后面如果在讲到的时候会比较引用这一个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我们的内容的主题。因为我今天讲课的内容没有特别强调说这是讲给加盟主还是加盟总部去听的，那如果你本身是想要走加盟主的这个体系的话，你要非常注意一件事情是，当你决定要当加盟主的时候，你要考虑你是用什么样的身份去进行加盟这件事情。你可以用个人嘛，然后也可以去做一个商号行号嘛，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设立一个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嘛。那这中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你特别要注意的是，当你从个人的身份去做加盟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是，你原本你在一般公司工作的时候，你可能是属于劳工阶层的这个劳基法的保护，这个保护会完完全全彻底的被拿掉。因为一般你在做加盟总部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希望对方履行条约的那个限制，就是可能比如说像便利商店，你可能会希望他一个礼拜可能要开满多少个时数，然后你一直都要有人在，然后多少人。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你是雇佣关系的话，就会有许多的劳基法的法令要去做处理。那你说加盟契约可不可以用个人身份签啊？当然你要愿意签是可以，可是你要看加盟总部愿不愿意这样的形态跟你签。那加盟总部为了去阻隔劳基法的使用上，他就会希望你去成立一个公司行号，去跟国税局申请一个税编。那你都要申请税编的情况下，除非你去做那种比较像是小吃摊的这种加盟，不然你的营业额到某个金额以上的时候，都是比较建议你做有限公司的这个设定会比较好啦。有限公司的设定的好处，它就是责任有限嘛，就是你的交易金额，如果你的营运还不是非常的，在初期你当然是会有一定的金额啦，可能是几十万甚至到上百万的部分。那当你违约的时候，这个赔偿的金额会以你公司的资金为限去做一个赔偿。可是据我了解啦，因为其实一般新创公司别人跟你做生意，当你资本额都还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别人也会怕怕的，所以三不五时包含借钱都会要负责人个人，除了代表人代表公司之外，个人很需要去帮公司去做一个信用连带保证。所以在你初期你的那个交易金额不高的情况下，也是有人会考虑说节税的考量就直接用商号啦，只是你后面还要再去做一些转换。那转换商号跟公司的转换过程中，可能就会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我那个商标啊要注册在谁的身上啊？因为你在处理加盟的时候，不可免的几乎一定会处理到商标的授权。如果你是从商号过渡到公司的过程中，那你的那个商标一开始要放在个人吗？还是放在成立商号之后呢？甚至是最后是成立公司之后呢，就可以讨论了嘛。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刚开始新创总部刚成立的前几年，一开始都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等到意识到的时候，通常是内部有股东要拆伙啦，或者是公司要收掉要拍卖的时候啦，或者是负责人发现欠钱跑路的时候啊，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商标在跑路掉的欠钱人身上，那我们这个剩的股东还有没有办法继续经营，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一开始在讲这个加盟主体这个加盟这个适格的时候，并不是只有讲加盟主啦，因为加盟主有这个问题之外，加盟总部在发机的历程上也是会遵循着，以节税考量的话，也会遵循着从个人逐渐过渡到商号再到有限公司。那如果你为了方便，或是你本身对于这个部分有一定的认知跟基础的话，你可以直接跳到公司，这当然是完全没问题的。当你有资金的时候，要处理内部的分配的那个利益分配的时候，公司还是比较有章节的、章法的。那我这边之所以会放一些雇佣关系的判断，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一般如果我还是劳工的时候，我们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劳雇关系还是承揽关系，就像之前的外送员的纷争一样嘛。当我需要受到保护的时候，我就会说自己是劳工；当我想要多赚一点钱的时候，我就说我不用劳健保，我们是走承揽。那等到可能外送员车祸出事的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又没有职灾保险？但是这种东西判断，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讲得很清楚的话，大家就会开始事后才在各说各话。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契约可以去做这部分的规范，当然是很好啦。那更简单的就是从他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决定去拒绝有些案件的分派，或是某些经营管理上面的层级的从属性没有那么高。那我右边列的这4个其实是一般实务判决认定有，当你真的要让人家加盟，人家没有去申请商号的时候，人家可能那个法院可能就会从所谓有没有雇佣关系的可能性去做判断。那右边那4个是判断的要点。当你是加盟总部在做小吃摊，然后不小心跟没有签商号的个人去签加盟约的时候，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加盟约还是一个劳雇约，可能就会有右边这4个可以去判断。那你后来就会发现说，其实有的虽然是公司对公司，但是加盟契约是可以定得非常缜密，它可以接近是一本书，就是里面讲得很清楚，也不是就是会讲了很多对加盟总部有利的条款。那你要来就来，因为他已经把你的利润都算得蛮清楚的，所以你只要照着做，保证会赚钱，但可能也不会赚到非常多的钱，因为当你赚到某个额度以上的时候，他会得到你的一些经销、销售额、利润率，然后某些当地客户的偏好的之后，他可能就会在当地再开一些自己的直营店，去降低你的销售额。所以你到后来就会发现说，虽然有些加盟契约乍看之下现在对你有保障，那他去做一些对应的调节，就是利用这个加盟契约的时限，比如说绑个5年、8年，然后你这5年、8年当然能赚是尽量赚，可是当你8年一到的时候，他可以不一定要续约啊，他大可就是直接说，我觉得我好像是收回来自己做好了，因为你已经帮我开拓市场完毕。那你有一些努力的过程，可能就会变得比较徒劳无功。所以加盟契约固然是可以要求长约，可是它并没有续约保证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还是蛮辛苦的啦。所以有些加盟主做一做，觉得自己的行销能力也够强，他就可能会自己再出来另创品牌，这也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这个加盟主体的适格这边就是在尤其是提醒所谓的加盟主，你需要去找一个品牌加盟的时候，你非常有可能会被要求要去申请商号、行号或是公司才能够进行加盟。那如果加盟总部真的搞不清楚状况，没有这样去做一些要求的时候，反而是加盟总部要去注意会不会被认定加盟契约会不会被认定为是一种劳雇契约的可能性。这个就是个案去判断。那我刚刚会举例子，之所以说商号跟公司去设立就不会有被认为劳雇契约的可能性，是因为台湾的司法实务几乎没有承认啦。那之前我有看到有人试着要去主张这一些认定的可能性，可是因为它的外观如果连这一个都被打破的话，法院在实际上审理案件的时候会非常痛苦。所以基本上法院我是不觉得他会轻易的去放宽所谓的一人公司事后被认为说是劳雇关系的可能性，这几乎我觉得是不可能的。那这边有一些公司还是行号的一些比较啦，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一个参考，